被霸凌者的家庭经常会有标签内化的这种情况发生，这是第一步。因为他的孩子已经默认了这一些：你很笨，你的人缘很差，你跟人相处不了，就你都是因为你。最近呢，我们在4月17号的时候开启了这个话题，就是校园霸凌。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这个热点的新闻，但是其实校园霸凌的事情层出不穷。我们经常会听说，作为家长，我们也经常会很担心，学生在学校会不会遇到霸凌？你有没有受欺负？那经过我们在前期的素材的收集以及座谈会，我们发现其实霸凌这个现象它是有迹可循的，但是可悲的是什么呢？一般都是老师最后才知道的，家长有时候甚至不知道。有时候你会问：哎，你今天怎么样啊？挺好啊。我今天完成了作业啊，我学的这个语文、数学我都达标了啊，几分几分，他总会汇报这些东西。但实际上，校园霸凌它是一个一次次突破底线的事情，它是一个过程。那我们从哪儿说起呢？好，我先说一个被骗的经历。这个说到诈骗，哎，你说跟校园霸凌有啥关系？其实无论是被打还是被骗，都是作为主体的一次次突破底线。那我想问大家，什么样的人会被骗？尤其是现在比较热门的卖到缅甸啊，或者是被骗要几十万的。我有一次去银行办卡，然后那个柜员一直在跟我叨说了很多，因为我很着急，我要走了。他一直说：“请你签个字，请你注意诈骗信息，请你下载一个软件。”我说：“现在这个你不用跟我讲这些。”他说：“不是的，女士，我的同事最近都被骗了30万。”我说啊，怎么可能？你们对于金融这个法律这个意识应该非常的强的，怎么可能会这样？他说是的。所以呢，我就在想，哎，对于他来说是怎么被骗的？我就想到了关于有一个葛丽的故事。这葛丽也是一个名人啊，他是做室内设计的，他呢就特别想突破一下自己。因为他之前做室内设计很多年了，觉得我是一个老手了，我在这个行业已经没有什么瓶颈了，想去尝试一个新的田地。那我就去试一试地产吧。那这一块收益也很高，所以呢，他就去约了一个地产的朋友去聊了。那么这个朋友，跟他一通的聊天，他非常的感兴趣，回来就跟他男朋友讲说：“我准备去这个柬埔寨了。”我准备柬埔寨了，你是什么意思？你是要去那儿工作吗？也不是，我是想去那里实习。哦，你去那里实习，那他每个月给你多少钱？没说多少钱。没说多少钱，你是什么意思？是他给你包机票，你要去吗？好像也没有提到这一点。所以她男朋友非常的吃惊，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他们就讲了这个谈话的一个过程。当他坐在那里的时候，他说：“哎呀，我知道你是做设计的哈，张姐啊。那么姓葛啊，葛姐，你是做设计的。那么你是怎么想到做这个地产的呀？”然后他说：“我想突破一下自己啊，已经到40岁了，我想突破一下自己。”哦，那你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啊。对，那我想做一个尝试，那你很了不起。然后接下来就跟他讲，他要去这么一个地方。他脑海里面想到的跟大家看到的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一个很需要发展的地方。所以他看到他说：“那我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准备吗？我是我自己要去吗？”他说：“对方没有回答，你是不是需要支持？然后工作上有什么样的补贴没有？而是说，对的，踏出舒适圈是非常难的事情。是哦，那我想一下，
那有其他的方面呢？比如说我做一个新的这个行业，那我需要做什么功课吗？你放心啊，不太需要你去做很多，你只需要把自己的这个心态调整到开放的状态就行了。他还是有一点点疑虑，说，诶，这种事情对我来说，我好像零经验，怎么我就可以到这个，然后接触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项目？他还很有疑虑，但是每次他总会说，你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他想在前面就这样讲，所以对方从来没有劝说，然后给他补充，给他画饼，而是用这么一个标签去标注他，有勇敢。然后接下来他就想到去陌生的国家，然后他自己呢要承担风险，接着他就买了机票，然后就准备出发了。这就是一个高知，就他本来是有文凭、有知识、有法律意识的，但是呢是一步步的就掉到这个陷阱里边去了。你是一个很勇敢的人，是一个标签。那刚刚月亮老师也分享了，其实我们是很需要内外一致的，就是说，哎，别人跟你讲你是一个很靠谱的人，那么我们的行为就会偏向于靠谱，对不对？啊，那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那我不可能在公众场合随便的跟人打架啊，然后去欺负别人，这个是会把我们的标签给撕掉的。所以每个人其实都是追求内外一致的。刚刚我们这个案例里面，就是我柬埔寨勇敢，它是从当事人到这个事件，到你这个人的标签，它是完整的、稳定的，这就是内外一致的。但是这个标签是别人给你的，有的时候别人给你的标签是什么样的？标签内化的问题。相反的方向，你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另外一面呢就是负面的，你真笨啊！尤其是小朋友写作业的时候，笨死了。然后有的同学或者是小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经历，丑八怪。那么这个标签对于他来说，如果他认同了，那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再比如说，就你其实是在跟他讲，你是不行的，能力不够的，就你是完成不了的，你没有这种能力去做这个事情，你是不可能的，至少你没有我好。我想说到这里，其实标签内化就是我们在搜集素材，这个就是这些素材是检察院、法院、未成年人刑事厅返给我们的这些素材，我们发现他们在这些被霸凌者的家庭经常会有标签内化的这种情况发生，这是第一步。因为他的孩子已经默认了这一些，你很笨，你的人缘很差，你跟人相处不了，就你都是因为你。接下来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最近上映的一个电影。我叫鄭有傑。加油！你總咧會大個仔，變成你想做嘅大人。啲人話教仔有好多方法，第一種就係唔得打到你得。睇漫畫，如果離婚，我一定係因為你啊！話俾你聽。對唔住。鄭有傑，你個垃圾！應承我，俾心機讀書，好唔好？佢 OK 㗎。鄭有傑。刚刚大家看到了，其实就是一个标签内化的一个过程啊。你这个垃圾，对他有一些言语上的霸凌，其实霸凌它的内部的根源其实是心理的动力在家庭已经失衡了。那么在外面的时候，尤其在学校这个环境里面，他已经没有办法掌控到自己这部分跟其他人的这样一个关系。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这个是在网上的，因为之前我搜集的这个素材，他们是要严格保密。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其实也是可以找到霸凌它的一个过程，请大家看一下啊。
好，大概都看完了吗 ？OK， 这是一个很久以前的11年前的事情啊。这个徐婷婷啊，被11个男生虐待，将她抱起来扔到河中，欣赏她在水中挣扎。她爬上岸又被扔下，反复多次被扔下，还朝她身上扔石头，朝她吐口水。光是读起来，我们这个脑海当中的画面感已经觉得非常的残忍了。那么我们可能会问，生活当中，如果你回到这个一中的这个环境里面去问这些孩子，你会不会朝人扔石头？他肯定说神经病啊，我无缘无故为什么要朝他扔石头？那你有没有可能去把人给扔下水，然后又把他捞出来扔下水？他说不可能啊，畜生才会这样子啊。如果你这样问他，他肯定不会。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个是事后，他的爸爸说，也就是他女儿，我的独生女现在，独生女的脾气、个性都是非常另类的。我对自己的孩子非常了解，发生这样的事情，首先他也有不对的地方。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大概就知道他先前在这个家庭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在家庭里面他是一个受到支持的，那么在这个环境下，在这个学校的环境下，他比较容易去应对自己跟他人的关系。但是很显然不是的，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他爸爸说，那他也有错的。接下来，刚刚那个事例，我就是想说，校园霸凌的第2步其实是低求原理。什么是低求原理？从我们的手机刷过去，免费领取一个奖品，只要你扫2维码，它就是一个非常容易获得的、有诱饵的，然后低门槛的这么一个开头。然后你进去之后，它有转移啊，转移你去现场，然后呢，你会发现不是自己想象的，但是它会有另外一种说辞，然后一次次的跟自己原想的是不一样的，低求策略。那么回到徐婷婷的这个事件当中，我把这个整个事件扒了一下。视频的一开始，他是一群男生围住他。注意这个动词，因为我们在剧场、在戏剧、在表演环节当中，我们非常重视的就是行动。我们重视的是行动背后，他的逻辑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他只是围住他，没有怎么样。但是呢，到了第10秒的时候，他从背后打了他。我们注意，一个人在背后偷袭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那种胆量敢正面的攻击他自己就是那个打人的人，他还没有那种能量，他只是背后先试探一下。那么到了接下来第2名同学就马上戳了他一巴掌，正面的一下戳了一巴掌，然后是一帮男生将一个破簸箕套在他的头上，接着就是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扔到河里的这个场景。从围住到背后打了他一耳光，到戳了一巴掌，然后有一些这个更加出格的。所以大家看到了吗？整个霸凌的过程它是不可能退回的，从刚开始的言语到肢体，然后到群体，是永远不可能你骂他是一个死胖子，然后他沉默了。那么下次的话呢，他不只骂他一个死胖子结束了，有可能会把他的课本藏起来，把他的书给撕掉。然后呢，如果他还没有反应 ，OK， 在走廊里堵着他，然后大家一起群嘲他。如果对方还没有反应，好，那在一个角落里面对着他一群人开始扇巴掌。我们发现很多的素材，我们的案例都是这样来的。这个就是为什么老师、家长他不知情，因为刚开始他觉得他们都在跟我开玩笑而已嘛，他只是说我有点胖而已呀。但是这一点他已经突破了他的界限，他自己不知道。
在生活当中，大家也有很多情况是突破了自己的界限，有一点点不舒服，但是孩子的心里觉得，哦，我应该作为一个友好的人、善良的人、很容易相处的人，没关系的啦。啊，他说我，那我去告老师好了。那大多数情况，我们问到的孩子们最讨厌那个告老师的人，这些人都是叛徒。所以接下来有可能缓解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发现很可悲的是没有。老师一旦批评他，或者是更过激的是罚他们站啊，或者是当面的很激烈的批评他的背后，你就想接着是更严厉的、更夸张、更过分的霸凌。所以这是一步步突破底线的一个过程，是一步步的，不是说上来就打他一顿，上来就把他扔到河里，他是一步步的突破这个人的底线。那徐婷婷的在这里，我脑海当中能够想到，你很倔，你这样的人是交不到什么朋友的，你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那么他在学校当中，他就会外化，在家里，在最亲的人给他的这些标签，他就要外化掉。标签内化有两种情况，我们也看到另外相反的案例，就是我不接受你给我的标签，但是他心里是有恨有愤怒的，他告诉老师，老师给他反弹过来，告诉家长，家长说，哦，这件事情你可能也有不对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他更加愤怒了，他会怎么办？一种是反抗，我们采访的这些素材里面会说，我也要变成那样的人，只有这样我才不会被欺负，所以又一个霸凌事件就产生了，因为他这个时候他已经要变成一个霸凌他人的人来保护自己，是另外一种过度的反应。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霸凌的过程，从语言，从肢体，然后是我们看到的最后严重的情况，霸凌就是一步步的突破底线的一个过程。那这样的情况，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们可以从哪儿开始？也许第一个标签给到他的时候，我们就会给到他支持，说你不要接受这个标签，你不要认同它。在国外，他们对于种族歧视，比如说给他起一个黑鬼，如果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的家长，家长告诉老师，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可能会面临开除。有很多人说，这至于吗？非常的夸张啊。他们不知道其实原因就在这儿。如果说一旦有开头，那么到后面是非常难以遏制的。道理也是因为这是一个低球的原理，是一步一步，一个一个，一次次的突破底线，最后是一个群体的，因为黑白它本身就是两个群体的事情。所以如果家里面有孩子的，或者对于自己，因为霸凌它不只是校园的场景，很多情况下守住自己的底线，然后对自己相信自己啊，有很多情况，尤其是职场，还有就是包括跟家人在一起，守住自我的底线。那跟大家预告一下啊，这个不是宣传，我在2024年的6月1号，也就是今年的6月1号，我们会在学校里面推出这个，都是因为我的这个论坛剧场，会让孩子们参与，也会邀请家长来。然后我们演完之后，会邀请孩子们上台来取代曾经在这个霸凌事件里面，也当然是剧中霸凌事件的这些演员来做出行动。然后我们也会邀请公检法司跟霸凌专家们到现场，然后让孩子们知道更多的可能性。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要自保，或者是你去找老师，打110，只有这样的情况，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